东部干线的列车总是塞满了属于盛夏的喧嚣。这班从树林开往台东的新自强号列车，在驶过苏澳新站之后，车厢内的广播便用着带着温和咬字的国语、台语与客家话，徐徐提醒着乘客下一站即将停靠花莲。车窗外的阳光此时正毫无保留地泼洒在太平洋湛蓝的海面上，剩下的折射让波光粼粼的水面显得有些刺眼，像是有无数碎银在海浪间翻滚。阙恒远将头靠在窗边的椅背上，右耳的无线耳机正低低播放着民国90年代初期的台湾独立乐团民谣，那重略带沙哑与木吉他粗糙颗粒感的旋律，与此刻窗外飞速倒退的苏花公路护栏、隧道口的灰色水泥墙融为一体。他的眼神有些失焦，单纯只是看着那些在烈日下显得有些前枯的构树与相思树丛。今天这是他给自己的一场毕业旅行，没有规划任何的行程，仅仅只是买了一张单程票，打算在花莲随便找间便宜的背包客栈躺上几天。20多岁的年纪，面对即将到来的兵役与未知的就业市场，他心里有着一种说不出的倦怠与迷茫。火车车厢内的冷气吹得有些强，他微微缩了缩脖子，任由耳机里的鼓点试图填补心底的那份空洞。而坐在阙恒远斜前方的是岳清河，他那张在车厢柔和灯光下显得极其精致的侧脸，此刻却紧紧绷着。他的短发带着一点天生的微卷，随着火车过弯时的倾斜而轻轻晃动。岳清河的膝盖上平放着一台贴满各种可爱贴纸的笔记型电脑，纤细的食指在键盘上飞快地敲击着，发出清脆的啪嗒声。敲打的这是一份关于台湾东部社区营造的田野调查报告，也是他大学的毕业论文。原本应该在台北就完成的稿件，因为种种修改意见而拖到了现在。他不得不利用这趟原本规划好的旅程在车上赶工。他的眉头微微蹙起，精致的五官因为专注而显得有些清冷。荧幕上密密麻麻的中文字倒映在他清澈的眼眸里。对他而言，这趟花莲之行与其说是放松，不如说只是换个地方继续与现实文字厮杀罢了。走到另一侧的座位上，伊宁雪则显得与这节充满旅游气氛的车厢格格不入。他独自坐着，坐姿端正的有些刻意，有如一张瓷娃娃般的脸庞，没有任何情绪起伏。他的目光定格在手中那本厚重的翻译小说上，修长的手指偶尔翻过一页，纸张摩擦的声音极其细微。在他周遭身旁的观光客们正兴高采烈地讨论住等一下到了花莲要去吃哪一家炸坛葱油饼，要去哪里租机车。那些热络的对话仿佛在接近他身体周围几公分处就会自动被隔绝。伊宁雪不喜欢人多的地方，更不喜欢这种在密闭空间里被陌生人包围的感觉，但家里那种令人窒息的稚闷感逼得他不得不逃出来。他看着小说里的字句，耳边却全是周遭杂乱的呼吸声与火车压过铁轨接缝时的咚轨声，这让他握着书页的手指不自觉地微微用力，指尖泛着淡淡的白。千木宇刚好从车厢间的通道推开自动门走进来，他那张充满胶原蛋白、精致的让人忍不住多看两眼的脸上正带着一丝雀跃。他手里提着刚刚在罗东站停靠时急忙跑下车在月台上买的在地牛舌饼与蜜饯，包装塑料袋随着他的步伐发出沙沙的声响。而因为火车正在行驶中，车体偶尔会产生一些细微的左右晃动，千木宇一边保持着平衡，一边有些抱歉地向那些将脚伸到走道上的乘客点头致意。当他经过倒数第3排座位时，火车刚好切进一个小弯道，他的身体晃了一下，手里的提袋不小心擦到了正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的岳映兰的肩膀。岳映兰缓缓睁开眼睛，那是一双极其漂亮却带着一丝慵懒与没睡饱怨气的凤眼。她的五官线条流畅而精致，即便此刻因为睡眠被打断而有些不悦，也依旧掩盖不住那种独特的气场。他原本双手环抱在胸前，随着千木宇的轻声道歉，岳映兰只是淡淡的看了对方一眼，随后微微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他换了个姿势，将头靠向另一边，心里暗自埋怨着这班车的冷气似乎不够均匀，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而且台湾的盛夏高温即便隔着厚厚的车窗玻璃，似乎也能将那股燥热渗透进来。他昨天为了赶一个设计案熬夜到凌晨4点，现在只想一路睡到终点站，但显然车厢内的喧闹与不断晃动的车体并不想如他所愿。这5个年轻人此时此刻在这个狭窄的车厢空间里，彼此的距离不过几公尺，
但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眼神的交汇，也没有任何言语的互动。在彼此的眼里，对方不过是这趟北回线列车上成百上千个擦身而过的陌生路人之一。哎，我不是跟你说那个合约的报价要再确认吗？我现在在火车上收讯不好，等一下到了花莲，立刻把档案传给我。坐在阙恒远正后方的座位上，一名穿着略显褶皱衬衫的男子正对着手机大声嚷嚷。沈一帆一边用肩膀夹着手机，一边在狭窄的座位上试图打开公事包。他的声音在相对安静的车厢前半段显得格外刺耳。周围的几名乘客不满地转头看了他一眼，但他只是敷衍地合了合掌，随后继续对住话筒压低声音，却依旧急促地解释着公司的专案进度。而在千木宇的座位隔壁坐着的是一边划着手机一边嚼着口香糖的卜雨柔，他正兴致勃勃地看着社群软体上的旅游推荐，看到好玩的景点还会忍不住发出细微的惊呼声。当千木宇做回位置时，卜雨柔转过头来，露出一副非常社交性的笑容，主动开口问道：“那个，不好意思，你这是刚刚在罗东买的吗？我看排队好多人。好吃吗？”千木宇愣了一下，随后有些腼腆地笑了笑，将手里的提袋微微提起来示意。对啊，听说这家很有名，我想说买来在路上吃看看。这是一幕再正常不过的台湾铁路日常。车厢里有着赶报告的大学生，有着为工作奔波的上班族，有着渴望逃离现实的旅人，也有着单纯享受假期的观光客。火车平稳地行驶在冬奥与和平之间，铁道两侧一边是高耸入云，覆盖着苍翠植被的中央山脉，另一边则是宽广无垠、深邃的有些神秘的太平洋。然而，没有人注意到，原本平稳的火车车体开始出现了一些不寻常的微小震动。那重震动与火车行经轨道接缝的规律撞击不同，那是一众极其细微，却像是从地底最深处传来的频率。每隔几秒钟，车厢底部的钢板就会传来一阵极轻的麻痒感，像是有人用细小的铁堆在疯狂敲击着车轴。阙恒远摘下了一边的耳机，他微微皱起眉头，低下头看了看自己的脚掌，那股震动正透过球鞋的橡胶底，清晰地传导到他的神经末梢。他抬起头看看四周，发现周围的乘客依旧在聊天、看影片，沈一帆也还在对着电话那头的客户陪笑。让阙恒远他以为这只是这段铁路路基有些不稳，或者是今年夏天台湾频繁发生的微小前震。毕竟在台湾，地震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每个人都习惯了与动辄瑞士规模3、4的摇晃共存。岳清河的手指在键盘上停顿了几秒，他能感觉到荧幕上的字体有些模糊，那是因为笔记型电脑放在桌板上，正随着那股细微的频率在做着高频的上下跳动。他伸出手按住荧幕，试图让自己的眼睛舒服一点，心里一边嘀咕着这般新自强号的避震系统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时间来到了2025年7月5日上午11点44分，火车刚好驶出一个短隧道，阳光再度毫无遮蔽地刺入车厢。就在此时，原本喧闹的车厢内突然有几个人同时安静了下来，那是一种毫无预警的本能反应，因为在这一瞬间，所有人的耳膜都感受到了一股极其强烈的压迫感，那不是声音，而是一种巨大的空气波动，像是整个空间的气压在1/1000秒内被抽空，随后又狠狠地灌了进来。阙恒远的右耳机里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忙音，随后音乐完全中断，他本能地转头看向窗外的太平洋，然后他看到了他这辈子绝对无法相信，也绝对无法忘记的景象。在远方那条原本水平将为蓝天空与深蓝海水完美切割的海平线上，突然毫无征兆地鼓起了一个巨大、畸形且呈现灰白色的水球。那不是普通的浪花，那是整个海面像是被底下的某种神秘力量狠狠向上顶起，形成了一座在海中央急速膨胀的水之山脉。那是什么？车厢中段，不知道是哪位乘客用带着颤抖的声音呢喃了一句。紧接着，在11点45分整，一声将整个天地彻底撕裂的沉闷巨响横空出世。轰！那不是雷声，也不是任何炸药爆炸的声音，那是地壳在无穷的力量下被生生撕开，海水在瞬间被气化，亿万吨水流与岩石在深海中疯狂撞击所产生的毁灭之音。那声音大到了一种极致，反而变成了一种让大脑失去思考能力的嗡鸣。
整个车厢的玻璃在这一瞬间同时发出刺耳的共振声。在巨响传来的同时，海平线彻底消失了。那个巨大的水球在顶峰轰然炸裂，原本深邃的海水在1/1000秒内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开始向后退去。是的，退潮，海水就像是被一个位于海底的无底深渊疯狂吞噬，露出了大片大片千万年来从未见过阳光的暗礁、淤泥、蠕动的海底生物以及凹凸不平的灰色海床。那种退潮的速度快得不合常理，原本依傍着铁道的美丽太平洋在眨眼间变成了一片死寂、干涸且散发着腥味的灰色废墟。怎么回事？地震吗？沈一帆的手机直接掉落在地上，他整个人从座位上弹了起来，双手死死抓住前方的椅背。妈妈！海不现了！海不现了！后排一个小孩歇斯底里地哭了起来。还没等车厢内的人从这幕不敢置信的画面中反应过来，大地的真正愤怒来临了。铁道下方的陆地开始发疯似的隆起，那不是普通的左右摇晃，所有乘客的体感中，整个车厢像是被一头体型比山岳还要巨大的怪兽从下方狠狠往上顶。整列几百吨重的火车在铁轨上出现了令人心惊肉跳的剧烈跳动。啊！卜雨柔尖叫了一声，整个人因为这股毫无预警的向上冲力，直接从座椅上被抛了起来，头部狠狠撞到了上方的行李架，随后狼狈地摔在走道上。千木鱼眼怔怔看着自己刚刚买的提袋在空中翻滚，蜜饯与牛舌饼散落一地。他想要伸手去抓扶手，但整个世界已经失去了上下左右的概念。重力在这一刻变得混乱无比，车厢先是猛烈向左倾斜了将近45度，随后又伴随着一声刺耳的钢铁摩擦声，疯狂地向右摆荡。岳清河甚至来不及关上笔记型电脑，那台沉重的机器直接脱离了他的双手，像一块沉重的飞盘一样在车厢内横飞出去，砸碎了对面的车窗玻璃。他那漂亮的脸庞因为恐惧而变得惨白，整个人死死抱住自己的膝盖，指甲深深地陷进肉里。他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前一秒他还在思考着论文的文字，为什么下一秒世界就变成了这副模样？伊宁雪手中的小说早已不知飞去哪里，他的身体随着车厢的剧烈晃动而失去平衡，整个人被狠狠甩向走道。在混乱中，他的右手本能地在空中乱抓，最后死死抓住了前方座位的钢制支架。那重剧烈的撞击让他的肩膀传来一阵剧痛，他一向清冷孤傲的眼神里第一次流露出了普通人面对死亡时的极度惊恐。岳映兰在被震醒的瞬间就遭遇了这场浩劫，他根本来不及思考，强烈的离心力与地壳隆起的冲击力将他整个人死死压在椅背上。他看到窗外的景象已经不再是海，而是正在以肉眼可见速度向上升高的黑色岩壁。原本位于海平面上方数公尺的铁道，此时正伴随着一阵阵让人牙酸的岩层断裂声，被地底的力量疯狂推向高空。要翻了！火车要翻了！不知道是谁在黑暗与混乱中绝望地尖叫着。火车的紧急刹车系统此时终于锁死了车轮，然而在已经完全扭曲、隆起且断裂的铁轨上，几百吨重的列车在高速惯性下，轮轨之间爆发出成串刺眼的火花与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那是钢铁在极限拉扯下的哀鸣。第一节、第二节车厢以经箱寄托轨，像是一条在陆地上疯狂扭动的巨蟒，狠狠地撞向了一侧隆起的山壁。而五人所在的第六车厢在经历了几次剧烈的上下颠簸后，整节车厢的左侧车轮彻底离开了轨道。砰！一声巨响，车厢重重地砸向了地面，车厢内的所有灯光在一瞬间同时熄灭，原本明亮的空间顿时陷入了一片死寂般的黑暗，只有破碎的车窗外折射进来零星带着沙尘的阳光。行李架上的20公斤行李箱、背包、礼盒此时如同冰雹一般毫无规律地狠狠砸向座位上的乘客。我的头好痛！救命！老婆，你在哪里？啊！安静与快乐在这一刻被彻底洗刷干净，取而代之的是充满血腥味、尘土与绝望的慌乱尖叫。每个人都像是被关在洗衣机里的布娃娃一样，随着车厢的翻滚而四处碰撞。阙恒远在车厢翻覆的瞬间，右手死死扣住了窗框的边缘，但一块从天而降的沉重行李箱狠狠砸中了他的后背，那股重击让他闷哼一声，
手指脱力，整个人随之摔进了混乱的走道中。他的头部撞到了座椅的角铁，一阵剧烈的眩晕感排山倒海而来，温热的液体随即顺着他的额头流了下来，模糊了他的视线。在那半模糊的意识中，他听到的全是震耳欲聋的尖叫声，以及车体外那3不5时依旧在疯狂持续的巨震。大地还在隆起，苏花路段的这片山海正在经历千万年来最剧烈的一次重塑。铁轨下方的泥土与岩石像是沸腾的开水一样向上翻涌，整列火车被截成数段，散落在已经面目全非的灰色新陆地上，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柴油味、泥土碎屑以及刺鼻的烧焦味。在这个完全陷入混乱与恐慌的废墟车厢里，5位狼狈不堪的他们正散落在不同的角落。他们忍受着身体的剧痛，听着周围不绝于耳的哀嚎与尖叫，在黑暗与沙尘中试图抓住最后一丝生存的希望。他们依旧不知道彼此的名字，但这场由海底大爆炸引发的世纪末日已经将他们的命运用最血腥也最残酷的方式狠狠地揉捏在了一起。